我们开始今天的着色部分。着色部分我们今天上的是一个以小青绿为主的啊，小青绿为主的。我们上小青绿的颜色之前，我们先要用这个赭石和花青去打底色，去打底色。打底色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赭石和花青上在什么地方，对吧？上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用赭石，对吧？我们先用赭石，加一点淡墨进去啊，一点点的淡墨进去。我们先上树干的部分，对吧？我们先上树干的部分。先把这个树干、赭石，对吧？我们赭石部分，先把树干部分我们勾了以后，啊，我们先把这个树干这个小树枝的地方我们勾完，然后我们下边亭子的地方，对吧？亭子的地方也用赭石，我们勾一下，你看啊，用淡赭石我复勾一下，小树枝的地方，复勾一下。还有看我们这个树丛的地方，也让赭石渲染一下，用个赭石，渲染一下。小的这种枝干，对吧？我们都用赭石，复勾一下。复勾完了以后啊，看我们现在山石的大面积，我要上这个赭石啊，上在什么地方？我们上色的时候，可以用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毛笔啊，稍微大一点的毛笔去上。我上赭石的时候，你看啊，上赭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你上在我们山石凹进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看暗的地方，我们上一点赭石，上一点赭石。用淡的赭石去上啊，上的赭石的时候也是啊，不要上的太重，可以淡一点。我们这个画面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画面比较大的时候，大家记住啊，画面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上颜色呀，对吧？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去上，这样去啊，你看，这样看上完以后啊，看我们把赭石上完以后，我们把暗的地方上完赭石以后，看这一部分我们上完以后，啊，我们就这一块上完以后，我就上这个亮的地方，我就上别的颜色。我上一个啊，我调一个花青、藤黄，对吧？我调个花青、藤黄，调一种
淡的那种草绿色啊，你看花青藤黄，我调的这个颜色啊，我上的这个山石，你看下边我们上的是赭石，对吧？亮的地方，我用这个淡的花青藤黄调的这种淡绿色，看啊，这样去上到我们山石亮的地方啊，山石亮的地方。我们画面大了以后，对吧？我们不要一下上啊，我们要分成一部分一部分去上。看，这样去上啊，我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的去上。你看亮的地方，我用这个花青调的藤黄，调的这个绿色，我把亮的地方都上一下啊。赭石的地方我们要留着啊，我们赭石的地方要留出来。叶子的地方看啊，我们叶子的地方也是啊，也用这个绿色，我们这个花青调的这个藤黄，这绿色，我上一下底色也是啊，就和我们上山时的一样啊，我们要打一个底色，就用这个花青藤黄调的这种绿色，打个底色啊。这部分完成以后啊，再画，我们再处理上面的山石啊。看这个部分山石完成以后啊，侧面的山石也是啊，用这个淡的赭石，也是啊，我们还是上在我们山石村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暗的地方，看啊，就上到这个地方，哎，我们要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啊，我们上面的颜色，看啊，趁它赭石没有干的时候，我就上这个我们刚才调的这个花青藤黄，调的这个淡绿色啊，趁它没有干，我去上，这样它能融到一起，对吧？它颜色，它和这个赭石，就有一个自然的过渡。嗯，然后到这个亮的地方，看就用这个绿色打一个底色，打个底色，这也是啊，看每一个山石，我们上颜色都是啊，赭石上在山石暗的地方，亮的地方用花青藤黄。
我们上这个三绿三青的时候啊，都要有底色，都要用这个颜色去上啊，用这个赭石和花青，打个底色。看，都是这样的啊。你看前面的山石也是啊，赭石上面是花青，藤黄调的绿色，到中间的这地方也是啊，都是用这两个颜色去打底。调色怎样去蘸色啊？我们给大家去简单的讲一下。看啊，我们把这个液石清水啊，清水拌颜色，你不要说整个滴到这盘子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在盘子的边沿地方，我就是挤出一点颜色以后，我们也是啊，笔尖的地方蘸颜色，蘸颜色以后，让它和清水有个充分的融合，这样去啊，有充分的融合。我们不要说蘸颜色蘸的太重，就是说让颜色多加清水，多加清水。也是啊，上颜色。到我们前面这个山峰的时候，也是啊，暗部就是看我们山石对吧？这村的地方，山石暗的地方，我们用赭石去上。看到下面的时候，用颜色吸下来，看，这样吸下来。越往后，对吧？你看啊，一直强调我们越往后的时候，山体越往后，景越远，墨色越淡的时候，我们这个颜色呢，对吧？我们把颜色调的，看啊，我们把颜色调的，越淡，这样去上啊。就是说，墨重要重，墨淡的时候，颜色也要相对来说也要变淡一点。你看我们到远处的时候，远处远山的时候，你看这个墨色变淡了以后，我们上颜色相对来说，你看盘子里边颜色几乎就是说，很淡很淡，就是说清水特别多，颜色很少。也是啊，我们上颜色随着墨去变化，一定要随着墨色去变化。也是啊，赭石完成了以后，看我们把山的暗的地方，我们赭石完成以后，还是这个花青，对吧？还是花青。我刚才上的是赭石色啊，我刚才上的这个是赭石色，这是赭石色。现在我们上的这些啊是花青，花青橙黄，花青橙黄。我们上在也是啊，留白的地方，留白的地方，我上这个花青，淡的花青和藤黄。
看上几个颜色啊。哎，景越深，对吧？越远，我们墨色越淡。看颜色越往后的时候，哎，我们颜色里边加的水越多。哎，你看啊，越往后，哎，清水越多。我们调颜色的时候啊，颜色不要这个在盘子的中心去调啊，一定要把这个颜色呢，哎，放在我们盘子的边沿的地方，对吧？我们中间，哎，去调颜色。哎，我需要什么颜色，我就放在这个盘子的这个边缘部分，哎，在中间的地方，哎，我们去调颜色，这样可以深浅随时可以去调整。哎，那哎，到远山的时候啊，看远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淡的赭石，哎，淡赭石去虚一下远山，哎，去虚一下远山。然后剩下就是我们瀑布的地方，花青啊，瀑布两边的水口这个位置啊，用花青、淡墨，哎，就用花青和淡墨啊，这两个颜色，哎，花青淡墨，哎，染一下水口的地方，看啊，这是什么位置啊？对吧？就是这个瀑布两边这个山石地方，哎，我就用花青加的这个淡墨去染，对吧？这个水口的地方啊，我们这个墨色相对来说，哎，比较重，对吧？我们颜色调的，哎，也让它区别于这山石的这个颜色啊，哎，区别于山石的这个颜色，这样去上啊。下面虚下来，远处的也是啊，看这个淡墨的地方，哎，我用淡的这种墨青色，哎，去渲染瀑布里边的小的碎石，也用花青淡的这种墨青色，哎，去渲染一下。这水口的地方，对吧？看，下面水口的地方，
哎，花青、淡墨啊，也用一个颜色，哎，去渲染一下。下边是云的地方，对吧？我们云的地方用颜色，哎，可以直接染出来。染云的颜色啊，也是花青，对吧？我们染云的颜色主要也是花青和淡墨啊。哎，这个颜色就可以。大家离近点看一下咱们调的这个颜色啊。对，看这个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花青，哎，花青加了一点淡墨啊，这个颜色。哎，我们染在云的地方，染在云的地方。哎，染的时候啊，我们注意这个，对吧？还是要注意这个云的这种形态啊，哎，这种动势，对吧？哎，不要染成那种哎一条一条的啊，不要染成那种，一定要有它一个动态、翻滚的、飘动的那种哎动态。哎，远山，对吧？远山下边的云，看，看这种云，我们右边的云，对吧？我们右边云，哎是向上，哎这样向上走的啊，哎向上走的，哎到我们左边这个上面的云的时候，哎让它向下去走，这样一个向下走的一个势啊。向上的时候，看我们这个花青里边可以加一点什么呀？可以加一点曙红。我花青里边，哎，加一点曙红。向上，看这个云是向这样走的啊，对吧？是向下，这种动势，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右边的云，对吧？你看我们右边的云，哎，是这样向上的。哎，到后边的时候，看后边那个处理水口的时候啊，一定把后面的水口这种曲折、蜿蜒，哎，朦胧胧的这种，哎，这种气势处理出来。这样去处理啊。它这个上面这个云的这种走势，和下面这个云的向上的走势，哎，形成一个上下的呼应，就是呼应关系啊，哎，形成个呼应关系。
看形成这种这种呼应关系。花青，来点花青。开始啊，看我们花青淡墨对吧？花青淡墨。接着染右边的云，染下来。形成一个统一啊，我们和右边的这个一定要形成个统一。注意我们染的时候也是这个墨这个颜色呢，染的时候是上面是虚的你看上面虚颜色，下边颜色重，上实下虚这样的一个墨色变化。看形成这种云的动态我把清水的地方我用清水，用清水打湿一下打湿一下。等一下，我上水的地方加水的时候，这个把那个水的这种流动的那种感觉，能染出来这样打湿以后先不染它，我们等一下它这个水等到半干不干的时候我们再染水口的地方。来我们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点个关注，加个粉丝灯牌我们的山水的直播呢是每天的下午的3点半，在直播间呢，我由我们的王伟平老师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山水的绘画技法。那王伟平老师呢是一位职业画家，那画山水呢已经画了将近40年了老师的功底非常的深厚，教学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最近一段时间呢，老师会在直播间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现在水墨山水。那今天老师画的呢是一个4尺的整张4尺整张束缚的。那我们昨天画墨稿，今天呢着色，着色完成以后呢，我们老师再会给大家去讲墨稿怎样画。那我们新朋友们别忘了点一个左上角的关注这样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了。我们到后边的这个远处的云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什么呀？你看我们要染后面云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在花青里边。可以加点这个曙红，可以加点这个曙红，去染远处这个远山的云，远处的云，远处的云，颜色呢，看要淡一点，不要重尤其我们染远处的这个云的时候颜色一定要淡淡的去上。淡淡的这样去上我们今天这个
染匀的颜色啊，哎，我们是这种干染的方法，哎，是这种干染匀的方法。这个比较，一个是我们要显笔触啊，要显笔触，对吧？要显笔触，也是啊，可以，比如说颜色不够的地方，你看我们要山角的地方，颜色不够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去加啊，可以再去加，加的时候也是啊，趁它湿的时候我们去加，对吧？这个养牛的时候，哎，趁它湿的时候去加。下边山石的地方，你看比较小的碎石，我们就用赭石啊，就用赭石。淡的赭石，你看这个小的这种非洲这种小的碎石块，哎，我们就用淡赭石点染一下，点染一下。点叶树的地方，对吧？我们看这是点叶树的地方，哎，我们就用什么？用这个花青淡墨调的这种墨青色，哎，就用墨青色，哎，去点一下这叶子部分。哎，点叶的时候啊，看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啊，用这种点染法。哎，就是说我们叶子怎么点，我们颜色，对吧？也这样去点，哎，也这样去点，哎，也这样去点就可以。它因为你要平涂的话，哎，它会就不显这个笔触。哎，我们这样去点呢，点颜色，哎，它也是有笔触的啊，在结构上它会多一个层次。哎，这样就比我们平涂来说，哎，就丰富很多。你看，对吧？你点染的话，就比你平涂，你如果让上平涂的话，对吧？它没有这么多层次。你看到树丛的地方也是，我们怎样去点的墨点？哎，我们上颜色，还是用相同的笔法去点染颜色。哎，相同的笔法去点染颜色，也是按颜色由重到淡。哎，随着墨的变化，我们颜色，对吧，也在变化。哎，也在变化。看我们这个点胎的地方，哎，花青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哎，点一遍，点一遍。哎，上颜色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们这个生宣呀，上完颜色以后，它湿了以后啊，哎，要小心一点。哎，湿了以后啊，它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破，所以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哎，要轻一点，要轻一点。这是我们底色上完以后啊，底色上完以后，我们再上这个三青三绿的时候，
我们要上三青三绿，先上啊，夹叶树是什么颜色？刚才上的上的是这个花青，淡的花青啊，淡花青。淡花青加绿了啊，加了点啊。淡花青里边加了点藤黄啊，调的一种淡的那种绿色啊，这种淡绿色。我们开始这个第二遍的着色啊，大家注意一下，开始第二遍的着色。着色的时候啊，也是我们上了底色的地方，对吧？我们看第一次上色，赭石，花青调的藤黄这个绿色，我们在这个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山石亮的地方，我用这个三绿，我用三绿去加颜色啊。三绿加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啊，淡的三绿，加在我们山石亮的地方，对吧？这个亮的地方，加在这个地方，加在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我们要留出来，这些地方我们得留出来。我们上那个上颜色的时候啊，我们上尤其生鲜的时候，颜色呢可以稍微重一点，可以重一点。重一点以后吧，它干了以后，它会往浅了一下走一部分，正好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这个颜色的效果。用淡的三绿，淡的三绿去上啊。上一点，这样上一点。看我们湿的时候，对吧？颜色湿的时候，它会显得颜色比较重。等它干了以后，正好就是我们达到想要的颜色的效果。它湿了以后啊，这个生鲜，湿了以后，你看，感觉好像是颜色特别深，其实是它湿了以后颜色的这种效果。先上这个三绿啊，我们先上三绿的颜色。对，就是纯的三绿啊，纯的三绿。看就是纯的这种三绿去上啊。上的时候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上的时候，颜色要沿着我们这个轮廓线去上啊，沿轮廓线去上，尽量颜色不要把这个轮廓线去覆盖住啊，尽量沿着轮廓线的里边去上，对吧？这样去上啊。那就这样啊。
对吧？这样去上，哎，这样去上，把这个结构线外边这个轮廓线我们闪出来，哎，闪出来，这样去上啊。这样去上。我们上这个小青绿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说一遍能上够的啊，好多时候我们要等它干了以后上3遍啊、4遍的时候，哎，它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哎，才能把这种厚重、哎亮丽的那种颜色，哎，才能表现出来。看到，哎，我们到颜色上到褶皱的地方，我们用清水，哎，去接染一下啊。哎，我们去接染一下这个颜色，让它整体上，哎，亮的地方以绿色为主，暗的地方呢，哎，透出一点赭石来。看到下面的时候，你看颜色，我们可以用清水，哎，接一下这个颜色，让它这个三绿和赭石，哎，有个轻微的过渡，这样啊，哎，轻微过渡，下面就是上面有三绿的颜色，哎，底下微微透出一点赭石的颜色来。哎，我们都上一下。我们先上三绿啊，先上三绿以后，我们等一下再上三青，这样去上啊。点映的地方，你看我们前面点映的地方，对吧？我们可以用三绿、藤黄，三绿里边加一点藤黄啊。哎，看，去点一下我们加叶树的地方。哎，这点叶树就是加叶树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三绿加藤黄，哎，点一下颜色，可以点一下颜色。哎，树干的地方啊，尤其我们加叶树树干的地方，我们尽量是不上颜色，哎，留出一些白来，白的树干，哎，绿的叶子，这种对比，哎，特别通透，哎，又鲜亮，又干净啊。哎，这样你看，它这个叶子和树干它的对比，对吧？哎，这样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尽量，哎，看用大一点的笔啊，用大一点的这种大白云呐、或者是再稍微长一点的笔都可以啊。哎，也是啊，你看远山沿着结构线上出颜色来，
哎，我们先上三滤，统一的啊，我们统一的把三滤上一遍。统一的，我们三滤上一遍。也是啊，越往后的时候，对吧？我们上赭石和花青的时候也是啊，越往后的时候，颜色对不？越淡，越淡。到远山的时候，我们把笔洗一下，对吧？洗一下，然后加清水，颜色软，多加清水，淡淡的上一点，一点颜色就可以啊，薄薄的上一点。看我们这个颜色是不是它和赭石它融不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用清水，笔中的清水，让颜色下来，与赭石过渡一下，这样比较自然。这是一种方法啊。有的时候同学们可能上颜色的时候，怎么就是赭石就是赭石，对吧？你第二遍颜色就是说三滤就是三滤，它中间呀，它没有那个过渡的颜色，还没有过渡的颜色，就是上了就是结构结到就是说特别硬的那种，衔在一起。这样我们用清水吧，你上完这个三滤以后，我们用清水轻轻的让它过渡一下，它这个三滤就和赭石的它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融合，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多用水啊，尤其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啊，我们多用清水，多用清水。上完三滤以后，我们稍等一下，我们上这个三清。那现在把这个瀑布的地方，花青，淡的花青，把瀑布的地方，渲染一下。水口的地方，用花青调的这个花青和这个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我再加一下，加深一下这个颜色，水口的颜色。尽量不让这个水口的地方，让它颜色呢，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对吧？你看我们水口地方，两边颜色越重，它这个瀑布是不是越来越亮？它形成那种黑白的强烈对比。
强调这种，一个是墨色上对比，一个是颜色上这种对比。对吧？你看加了以后，它这个水流的地方，更明显。下面用淡化青加一下，啊。看水的地方，对吧？我们水口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颜色，再加一点颜色，把这个水流啊，我们拖出来。你看，把这个水的这种水流拖出来。小的石块，小的碎石块，就用这3氯，点一下，我们这样点一下，轻轻点一下。我们该加的地方，对吧？你看，干了以后，它这个颜色变浅的地方，变浅的地方，我们可以，对吧？稍微加一点，稍加一点，还是啊，我们上颜色还是上来我们刚才上3类的地方，还是用你的3氯，对吧？3类的里边，我加一点什么？加一点藤黄，颜色让它变一点。加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加第2遍这个3氯的时候，加了藤黄以后，3氯加了藤黄以后，这个面积呢，记着啊，我们这个在加的时候，这个面积一定要小于我们第1遍3氯的颜色。你看啊，就上在，对吧？这个高光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最亮的地方，上一点。这个面积一定要比第1次上颜色，面积要小，一定要记住大家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小啊。你看，是吧？你看第1遍上的时候，我这3类的面积比较大，第2遍我3类加了藤黄以后，稍微加一点藤黄以后，我上的颜色，面积就越来越小，是这样的啊。把这个侧面这个啊，让侧面山石就沿着这个结构线，加一点，看就设计结构线，我们加一点，对吧？我就沿结构线加一点，这也是山石亮的地方，比较亮的地方，我们稍加一点。山峰的地方，对吧？你看前面山峰的地方，沿着结构线，就沿着这个，
看啊，沿着这个结构线、轮廓线啊，我们去上。哎，这样去上。我们这个上的颜色呀，是比较怎么说？哎，比较接近于传统的一种着色方法，对吧？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着色方法。下面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再讲比较接近于现在的一种着色方法。这是比较接近于传统的。上完以后，我们水面的地方，你看，我们水面是留白啊，留白。我可以用淡的花青，淡的花青啊，可以用淡的花青，看画一下，水中这种倒影，你看山石的倒影，我们用这个花青，淡的花青托笔，你看，托笔画一下，就是山石的这种小山石的倒影。看我们这个三绿上完以后啊，三纹上了以后，我要上三青的时候，上三青的时候，看我上三青，调一下淡的三青。三青的时候也是啊，你看我们靠近山石这个顶部的位置啊，山石顶部的位置，就是山石比较亮的地方。我们上三青的时候，看我们上了一遍，大面的上了一遍三绿以后，第二遍我们三绿是加藤黄以后，这是上三青的时候，面积比这个我们上的第二遍还要小啊，还要小，就是一遍颜色比一遍颜色的面积要小，对吧？你看，对吧？就上一点点，就是局部上一点点就可以。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啊，我们要淡淡的一点点上，就是说颜色里边多调一点水。看我上的时候也是啊，在这个山的这种比较尖的地方，对吧？比较靠上的地方上一点，上一点就行啊。对吧？你看山石，这一点的地，就是说上这个山石这个比较亮的地方，上一点就可以啊。
还是主要以这个三类为主的。三清，只是起一点辅助的作用，不用面积不用太大，不用太大。到远山的地方，你看，靠近远山的地方，越来越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淡淡的有一点。我们到大自然中也是啊，你看远处的山，对吧？近处的山能看出绿色呀、红色呀，到达远处的时候都是灰蒙蒙的，比较偏那种紫蓝色，对吧？所以说到远山的时候，我们不要画那么绿的颜色，尽量让它偏蓝一点，那种比较灰的那种调子啊。比较灰的那种调子就行。匀的地方，对吧？干了以后，看，印章干了以后，它就颜色就变得特别淡，对吧？我们可以加一些颜色，对吧？我们可以加点颜色。加颜色也是啊，我们也是比第一遍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它的有一个深浅的层次变化，还有一个深浅的层次变化。看远上的地方，对吧？你看到远处的时候，云已经很淡了啊，颜色已经很淡，可以加一点，加点颜色。尤其瀑布的上面，对吧？瀑布上面我们一定要交代一下，用这种云层，这种云层，我们画云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花青和淡墨啊，没有别的颜色，就这两个颜色去调和，花青淡墨，调的颜色。看
加一点儿花青啊，你看花青，远山，对吧？我们直接用花青。处理远山，我们处理远处的云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要处理这部分云的时候，对吧？我们要花青里面加一点曙红啊，给加点曙红。哎，这种云就是比较灰蒙蒙的那种云。比较灰蒙蒙的那种云。我们画远处的云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可以画这种斜向的这种云。你看我们近处的云的时候，可以画那种比较翻滚的那种，对吧？一层一层往上翻滚的。到我们远处的时候，对吧？我们可以处理这种斜向的这种云。你看这种斜向的，这种云。这种云。上完以后，上完以后我们可以趁湿，尤其我们染云的时候，一定要趁它湿的时候我们去加，这样去加啊，这样去加。尤其我们看染靠近山根的地方，云层让它厚一点。就是我们画这个小品的时候也是啊，你看小品的时候我们经常用那个湿染这个云的方法，对吧？也是啊，到这个靠近山的地方，也是云层比较处理的颜色比较厚。我们这种干染云的方法的时候也是啊，我们到这个靠近山的地方，也让它颜色厚一点，就是说表现的也是云层比较厚。你看这靠近山体的地方，我们云层可以处理的厚一点，对吧？可以处理的厚一点。我们靠近山体的地方，都可以，颜色让它厚一点。厚一点。到我们对吧中间的地方，我们云层中间的地方，一定要什么对吧？会着我们湿染云一样啊，中间的地方云层也让它薄一点、淡一点颜色，
靠近山体的地方，我们颜色可以处理的重一点，这样去处理啊。哎，清水，用清水把远处的山晕染一下，让它颜色呢，融到一起。比如说你有这个干的地方，它的颜色，它就会板在那儿，对吧？它不会往这个浅的地方去晕染。我们可以用干净的这种清水，去渲染一下。局部调整一下。看，我们局部调整一下，就是该重的地方，对吧？我们颜色该重的地方，我们重一点，加一点。局部我们加一下。颜色，你看颜色不够的地方，比如下边这种小的碎石是吧？它干了以后颜色比较淡，可以调一下颜色，加一点，还是用3滤啊，还是用我们的3滤，加一点，加一点，这个可以用，我们这个可以变化一下，用什么？用这个，对吧？用这3清。调节一下，我们小的这个草亭也亭子，对吧？也是干了以后，再用赭石，提一下，用赭石提一下。这个点点的地方，我们直接用这个3滤，直接用3滤，我们去点。看这种点点的地方，我们用3滤，点出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小点，对吧？我们用这个3滤加一点橙黄，3滤加一点橙黄，再加一点橙黄。这个是3清啊，我们上的是3清。你看，用3滤调橙黄，我点这个点子啊。点这个点，点的时候随意一点啊。我们点的时候，尤其点的时候，随意一点，不要说特别规矩的，就是一点一点点都是相同的那种点子啊。可以随意一点，有大有小，特别随意的去点啊。特别随意的去点。点儿用什么颜色？希望老师吧，对，后面好人平安，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去出一个临摹卡的啊，大家不要着急啊。点胎就是说我们墨稿完了以后点胎也是用这个比我们墨线稍微重一点的，就墨去处理胎点。如果想点彩的话啊，
也比如说，前段时间画的小品里边点彩的地方比较多的话，也是在我们胎点的地方，可以用这个二绿的颜色，有没有二绿的颜色？哎，可以点一些胎点，在我们点墨点的地方，哎，上面去点，哎，去点啊。现在因为是画面比较湿，我们点不了啊。要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可以加一些这种二绿的颜色，哎，点到这个胎点上面。是这样的啊，这是点彩的部分，这是就在我们胎点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